小米可曾经宣布过要对标苹果了，而且要在销量上超过它，稳居世界第2。这不新的 iPhone 14 Pro Max 发布了吗？那就用他们俩的旗舰来对比一下，看看小米有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开头呢，还是先问一下各位，你们觉得 iPhone 14 Pro Max 跟小米12S Ultra 谁更强呢？如果你觉得 iPhone 强，打1；觉得小米强，打2。那之前 iPhone 14 Pro Max 跟华为 Mate 50 Pro 的对比已经对比完了，没看的记得快快去看，很好看。那今天呢，又给他找来了一个新的对手，就是小米12S Ultra。那今天就看看新 iPhone 跟它的对比会怎么样。那作为疗养向的节目呢，每期我们都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啊，拍得不好抛砖引玉，希望你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上面那些照片呢，就是这两台手机所拍摄的啊。还是那句话，希望你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我是大吴，我是长长。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一定要点赞、关注，多多支持。没错啊，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怎么样。iPhone 14 Pro Max 大家都应该熟悉了吧？后摄3颗镜头，主摄超广角3倍的长焦镜头。那小米12S Ultra 大家就应该更熟悉了吧？后摄也是3颗镜头，主摄超广角，还有一颗5倍的长焦镜头。那 iPhone 14 Pro Max 的拍摄界面大家应该也都非常熟悉了吧？哦，对了，再提醒一下啊，它虽然有一个2倍焦段按钮，但是它没有2倍镜头，它是靠主摄的数码变焦。小米12S Ultra 的拍摄界面大家也都应该非常熟悉了，毕竟都出镜了很多次了嘛。那这里就不再过多赘述了。那既然对比的是12S Ultra， 那就说一下 iPhone 的拍摄风格吧。它也内置了4种不同的拍摄风格，高对比啊、高饱和呀、冷色调、暖色调啊。而小米12S Ultra 呢，它这次主打的就是各种拍摄的风格。那之前已经说过了，比如什么徕卡经典、徕卡生动啊、徕卡鲜艳、徕卡自然、徕卡黑白啊，是吧？现在看到的就是两台手机内置的拍摄风格啊，放在一起的对比啊。这个环节呢，并不是严格的测试对比啊，因为各种拍摄风格和滤镜并不能代表手机的拍摄质量以及光学水平。而光学水平呢，代表的就是手机制造时候的成本，也就是你花的每一分钱值不值。那么这点呢，我们后面慢慢说。在后面内容中呢，我就用简称了 iPhone 14 Pro Max 简称苹果，小米 12S Ultra 简称小米。那么手机有这么多颗镜头，我们就先从主摄开始说起。从硬件参数上看，肯定是小米的主摄更亮眼，它的感光器尺寸更大。这代的 iPhone 呢，也换了更大的感光器，达到了1.3分之一英寸，这比之前的 iPhone 主摄可要大不少啊。不过有意思的是光圈的大小，之前的 iPhone 主摄光圈可以做到 f1.5， 那现在换了稍大的感光器呢，大光圈也做不起了。不过你看小米那边感光器是1英寸的，可更大啊，但是它的光圈也能做到 f1.9。先看第一组样片，从颜色上看，小米那边沉稳一些， iPhone 那边亮堂一些。在解析力方面，看起来是 iPhone 的解析力更强，但是也是它的锐化更重。那至于哪边拍摄的样片更好看呢？那这点就得你自己做主了，你喜欢哪边拍的就好。镜头的光学素质方面，也就是边角画质的把控方面，是小米做的更优秀。按说呢，大感光器是很难把控边角画质的，而小米这边是感光器又大，边角画质又好啊，这点还是很不错的。再看第二组对比，这次两边拍摄出来的颜色风格呀，还是挺接近的。在解析力方面呢
看着还是苹果更好一些啊，但只是看着。其实小米这边该有的细节也都有，但是明暗层次啊没有苹果那边好啊。当然，苹果这边的锐化也更重。镜头的光学素质、边角画质方面，依然还是小米的稍微强一点点。两边的主摄都有高清模式，苹果的高清模式呢必须用 RAW 格式来拍啊，而小米的就是直接点击高清模式就可以了。在解析力方面，两边的水平都非常高啊，可以说非常接近啊，没有什么区别。在上一组高清模式的对比吧，因为这次苹果的高清模式还是非常令人瞩目的。那么在解析力方面，这回反而是小米的解析力更高啊。确实啊，我对比了很多组啊，在高清模式方面，小米对比苹果是只强不弱。好，再看超广角镜头啊，先看参数，还是小米这边看起来更优秀一些，感光器的尺寸它更大，原生像素它更高，而且等效焦段也就是视角是它更广。从样片上看，两边拍的色彩都是不错的，而且比较接近，但是地面的细节是苹果的更丰富，但是视角呢是小米的更广啊。视角差距如图所示，红边就是苹果拍不到的范围。中心解析力方面，看起来是苹果的更好啊，主要是它的明暗对比做的比较好，而且它的锐化也稍微重一些。边角画质方面，苹果做的稍微好一些啊，那毕竟小米的视角更广，感光器也更大啊，它更不利于把控边角画质啊，那么这点呢也正常。再看一组对比，这个场景对计算摄影不是很友好啊。咱们先看中心解析力，这回小米的解析力更高，不但它的解析力更高，而且树叶跟天空的交界部分也是小米处理的更好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场景对计算摄影不友好的地方。边角画质方面，依然是苹果稍微强一点点。小米的超广角还有一个高像素模式，4800万像素啊，这点苹果就没有了。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肯定是小米的高像素模式解析力更高了。超广角说完，咱说一嘴微距啊，因为苹果的微距就是用超广角直接拍的，这个微距效果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那小米12S Ultra 是一台很不擅长拍摄微距的手机，从两边对比图就能看出来，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再看中长焦镜头的表现，先说对焦效果，苹果的这颗3倍镜头对焦效果还是不错的啊，放心使用没有问题。小米的这颗5倍镜头也测试了很多次了，对焦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样片对比，我们还是先从2倍数码变焦开始对比啊，因为2倍还是比较常用的。从色彩上看，苹果这边拍摄的比较亮堂，小米那边拍摄的比较深沉。解析力方面，这组看的话是 iPhone 的解析力更高啊，但是呢换组对比呢就不是这样了哦，主要还是先说颜色啊。这个颜色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啊，小米那边还是比较厚重的。这回解析力方面是小米的更优秀。那么这两台手机的2倍数码变焦差不多啊，一会儿这个好点，一会儿那个好点啊，水平还是比较接近的。再看3倍的对比，3倍苹果就是光学镜头了，小米可没有3倍的光学镜头啊，它只能靠数码变焦。从解析力方面，最起码从中心看，两边是差不多的。不过小米的3倍用的是融合算法拍的啊，中心是用5倍拍，四周呢是用1倍拍，然后再合成。现在就是中心的清晰部分跟边角的模糊部分的对比。好在呢中间没有明显的分界啊，我没有找到啊，这点做的还不错。再看5倍的对比，5倍苹果这边就没有光学镜头了，它靠3倍镜头数码变焦来拍。小米那边呢就是5倍的光学镜头。解析力方面呢，小米稍强啊，虽然说画面拍的有些虚吧，但是解析力还是比苹果的数码变焦要强一些。小米的5倍还有高像素模式4800万像素，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呢，确实还是比苹果要强一些啊，并没有强到非常明显，而且噪点比较严重。小米是一个特别听劝的公司，以前我们都说原相机的前摄磨皮太过分了，它的原相机现在就有了经典模式和质感模式，一个磨皮重一点，一个基本就是很还原的原相机，而且都带美颜参数可以自己调，还有滤镜可以选。人像模式的背景虚化效果还可以吧，够用了。唯一的缺点我觉得啊，就是录像模式太贴脸了，它为了电子防抖的效果牺牲了一部分视角，导致我手已经伸到最长了，感觉整个屏幕也全是我的脸，很难有多余的空间介绍其他的景色。那 iPhone 14 Pro Max 的原相机一如既往的让人害怕，前摄的拍照模式有广角，这个合照的时候可以用，拍高大建筑的时候也会用到，而且有的时候呢会显得脸很小人很小。人像模式可以给自己打光，第二个还挺好看的，会显得皮肤好一点。录像的时候呢，录像和拍照的视角差距不大，这个特别好，整体防抖效果一般般，还可以用。再看人像的表现啊，用的都是人像模式拍摄的。苹果这边的肤色呢还是比较的黄啊，小米那边如果用徕卡经典拍呢，色彩比较重，这就看您的喜好了。那如果切换到徕卡生动呢，肤色会更自然，
更红润一些啊。当然徕卡经典也是很红润的，只不过有点重。那整体看人像拍摄的表现的话，我认为小米的表现是更好一点。再看扩张度的表现，那之前的2期节目已经说了，苹果的弱格式在极限环境下是没有直出 JPG 的表现好的。那么这点呢，不管你在弱格式调整的时候是否开启苹果的弱格式配置文件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小米这边呢，之前也说过了，它的弱格式呢跟苹果不一样，是单帧的弱，在拍摄的时候文件生成的很快，但是效果也是不如直出的 JPG 强。所以在拍摄的时候，不管是苹果还是小米，还是踏实的用经过计算摄影的 JPG 直接拍就得了。手机嘛，就是图个方便。先看第一个场景，主摄的表现上，天空的颜色是苹果的更好，但是暗部细节的呈现是小米的更多。那超广角的表现，两边的暗部细节呈现都差不多，但是天空的颜色还是苹果的更好。再换一个场景，这个场景比刚才更极限啊，主摄的表现上依然是小米的暗部细节呈现的更丰富。超广角的表现两边都不错，但是暗部细节还是小米的更多一些。再换个场景，主摄的表现上，亮部细节两边差不多，暗部细节依然是小米的更丰富。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亮部差不多，暗部细节小米的更好。最后一个场景，主摄的表现上两边的水平很接近，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同样优秀。再看夜景拍摄的表现，苹果这边呢是不能关闭自动夜景的，最起码不能永久关闭，而小米那边呢是可以永久关闭自动夜景的。那拍摄的时候呢，跟白天拍摄一样，按完快门就可以走啊，成像速度非常快。那么在这个场景下，亮部细节、暗部细节都是苹果的更丰富。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也是一样啊，注意苹果那边可是自动夜景，而小米这边可是直出，亮部细节、暗部细节都没有苹果的丰富。换一个场景也是同样如此 ，iPhone 由于有自动夜景的加持，主摄的表现、亮部细节、暗部细节都比小米丰富，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但是我后来一想啊，小米的自动夜景其实成像速度也是非常快的，而且这么比的话有点对小米不公平，于是我就把小米的自动夜景也打开了。那么后面的测试呢，小米也是开了自动夜景的。小米打开自动夜景之后，亮部细节跟苹果差不多了，暗部细节也非常的丰富。那超广角的表现跟刚才也不一样了，虽然说亮部细节还是没有苹果多，但是暗部细节明显比苹果多很多。再换一个场景，两台手机的主摄表现都非常优秀。超广角的表现虽然说颜色差距很大，但是两边的水平都很高，因为细节呈现都是同样丰富的。那不过老实说，能关闭自动夜景我还是要关的，因为我不喜欢它来给我捣乱。我想拍亮点拍好点，我直接用夜景模式不就完了吗？再换一个大光比的场景，有强光有阴影，主摄的表现两边都比较不错啊，就是都有炫光。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两边也都是非常上乘的。再换一个更暗的场景，我们的场景都是一个比一个暗啊，主摄的表现两边水平都非常的棒。超广角的表现 iPhone 没有小米清楚啊，我拍了很多张都是这样。好，女流氓小象开始就非常暗了啊，就得打开夜景模式了。先看主摄表现上是小米的更好，无论是暗部细节的呈现还是清晰度都是小米的更好。超广角的表现是 iPhone 更好。再换一个更暗的场景，这个场景非常的阴森啊，是不是就是晚上劫我的那些女流氓住的地方呢？那主摄的表现两边的水平都不错啊，细节呈现都很好，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在同一水平。虽然说看起来颜色差距非常大啊，但是我们说的同一水平是细节呈现，而不是亮度啊、颜色什么的。祖传深处场景，主摄的表现小米的更优秀啊，细节呈现更丰富，无论是树皮啊还是下面的草。那超广角的表现就是苹果的更好了。健身器场所，主摄的表现依然是小米的好，细节更丰富，超广角的表现苹果的更好。最暗的场景，祖传神树 Pro， 主摄的表现苹果又追上了一点啊，但是细节呈现还是小米的更多一点点。超广角的表现还是苹果的更好，但是这个好呢，你说它除了评测以外，它有什么用呢？视频录制我们依然采用的是默认设置，就是厂商最想让你拿起来直接用的设置。那么先看主摄白天走路的表现，两边的防抖清晰度都非常不错，但是颜色嘛，我觉得苹果的好看啊，小米那边有点假。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防抖清晰度两边还是非常不错的，颜色我依然喜欢苹果的色彩。2倍录像的表现，防抖清晰度两边都非常不错，颜色嘛，我就说不上来更喜欢哪边了，你们觉得哪边更好看呢？3倍录像的表现，由于苹果那边是光学镜头，那么它的解析力啊、防抖啊还都比小米这边强，而且防眩光也比小米强。那毕竟小米的3倍是用主摄拍的嘛。5倍录像的表现，苹果就是用3倍镜头拍的，但是清晰度跟小米差不多啊，这一点做的还不错，但是防抖没有小米好。夜晚录像的表现，先看主摄，两边是都有鬼影的，但是苹果的更重一些，防抖还有清晰度啊，两边的水平还是比较相当的啊。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苹果这边防抖是没有小米好的，但是解析力比小米高，那也就是说如果站着不动拍的话，苹果的表现会更好。
录像最暗的场景女流氓小象，主摄的表现上苹果的稍微强一点，主要是暗部细节呈现的更多，那么解析力还有防抖两边是差不多的。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就不用分谁更好了。工业设计和硬件环节我就不准备多说了啊，时间已经超时了，本来想做15分钟以内的节目的，这嘚不起来又超时了。那不管怎么说呢，从工业设计上来讲，小米 12S Ultra 这代的设计我还是挺喜欢的。iPhone 的工业设计很多年已经没有变了，但如果你一直喜欢它呢，我估计到现在你也不会变口味。那做工方面呢， iPhone 肯定是让人放心的啊，无论是看上去还是拿起来都非常的不错。那这代的 12S Ultra 呢，我感觉还行吧。那作为聊影像的节目，手机的其他方面我们就不展开了。那下面就来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小米说要对标苹果，还要在销量上超过它，当全球第2。那么当下他们的旗舰手机已经对比完了，你们觉得小米在影像上有这个实力吗？先说主摄，两台手机的表现都很出色。那么超广角的表现是 12S Ultra 更好啊，它的视角更广，高清模式的解析力也比 iPhone 14 Pro Max 强。那中长焦的表现两边都不错。虽然说 12S Ultra 有5倍的高清模式，但是也没有超过 iPhone 14 Pro Max 很多啊。那人像的表现是 12S Ultra 更好，宽容度的对比也是它更优秀。那同样呢，夜景的表现也是 12S Ultra 更好，主要是主摄在极暗环境下比 iPhone 14 Pro Max 更出色。那录像的表现呢，两边都挺厉害的。OK， 到结尾了。那看完上面内容呢，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一些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点赞、关注，多多留言、评论，支持我们。没错，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拜拜。